这礼拜就这2天我要讲的，是蛮重要的部分哦。不是只有酒，我最主要是要谈的是有关食物的部分，美味的部分。前几天有朋友跟我反映说，我这阵子的录音的声音比较小，所以我把麦克风移近一点啊。但是各位可能就可以看得到麦克风啊。第二个是我这边又多打了一点光，就是让脸不会这么的暗，而且其实我这边可以设成4K 来录影，但是4K 录影的话，那个速度传上去速度会很慢，而且我是在讲话，我要控制的是讲话的速度，还有发音的正确，让 AI 在判读这个字词的时候，特别是一些比较关键的那种专有名词，它能够比较准确。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重要，还包括我的内容了。所以，对，虽然其实我应该也不算丑了，所以，但是我又不是吃这行饭的。我不怕露出脸，是因为我觉得年纪已经大了，所以很多东西讲的话自己负责无所谓。相反的，如果有些要捣乱的这个，你要先掂掂你的斤两哦。这不是臭屁啊，这是一种自信哦。今天我要谈的东西呢是有关，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一直没有提的。这个题目很难写。事实上呢，如果你是一般的朋友，你可以自己去思考看看，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我曾经有酒厂的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也有酒友们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也有餐厅的老板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也不是神，我也不是说这个怎么，就算我很讨厌人家讲说，你是不是吃货？因为我第一个我会想到吃货是指那种参加那个电视冠军那个很大食客那种的。通常这样子的食客呢，不可能是吃货了。你吃的这么快，你怎么去品味、去理解这个味道的变化，或者是说它的美味的关键在哪里？这个跟有在参加那种比赛的这个朋友，我不是针对你们，我只是说，如果我们吃饭，我母亲也常常叫我要，以前父亲母亲还在世的时候，也常跟我讲说要细嚼慢咽嘛。细嚼慢咽除了对身体好之外，另外一点是，其实没有说的部分是，你这样才能够理解到什么叫做真正的食物的味道，对不对？因为在咀嚼的过程中，你会慢慢去体会到它中间的变化。所以我不喜欢吃货这个名词。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所谓定义的吃货是指说你真的是了解吃的。我第一次遇到有人叫我吃货，是一个日本厨师的日本板前的师傅。后来他跟我解释这一段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还是不喜欢这样子，不用叫我吃货，因为我了解酒，我也没有讲我叫做酒货啊，对不对？我们就是一般人，然后观察上面可能思考方面花了比较多精神在上面，然后现在只是我经营这频道是回馈，所以你今天有订阅当然很感谢，因为有订阅的话，其实我这个要盈利，我估计起码要2年以后了。那我有没有这个热情继续讲下去呢？就看大家能不能帮忙去这个多分享和介绍哦。然后这个看完了之后，不管你有没有看完了，点个赞，对我来讲都会有帮助。为什么呢？因为不会看起来太冷清，这个人要的是面子。好，闲话讲完了，就是说，反正我就会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白天其实还有在做别的事情啊。所以我录这些影片，大部分利用是下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那今天礼拜六、礼拜天嘛，今天礼拜六外面又下雨，宜兰我们下雨，所以
刚去照顾我的花花草草之后呢，就回过头来，我想就把我之前一直提的没有讲的、还没有讲的东西呢，把它今天和明天分2集，也许等一下我就讲完上集，我就讲下集，但是我明天再发。什么题目呢？就是我一直在提到说，之前曾经有这个这什么，以前我们都是国立编译馆的那个教科书嘛，现在好像叫多元课纲嘛，就是我是不太理解啦，这个东西好像是每个学校可以选择哪一个版本的教科书嘛，所以他会有一些编译的人、编转的人哦，然后他们着重的点可能不太一样。然后也跟学校之间会有沟通或什么的，大概是如此吧。因为毕竟我那个年代都国立编译馆的书啊，其实我们以前的国立编译馆的书多奇葩我现在实在很后悔，上网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哦，找得到我国中高中，特别是高中哦，讲那个地理历史的那些书哦。为什么呢？那个大中华情怀啊，那个东西拿去卖到中国那边，搞不好会一堆人抢着买啊，赚一点钱呢。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主意。这阵子又闹得很凶嘛，对不对？但是我立场很坚定，是因为我是台湾人嘛。那我有家人在这边，所以如果有什么状况，你该采取什么样的反应，你就该采取什么样的反应。贵是不可能的啦，这个年纪贵什么贵？小学都没什么在罚跪的，你长大还在跪。好，但是我还是欢迎这个中国地区或者是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在美国的我们所谓的华人懂中文的澳洲啊什么地区，纽西兰都可以看一看。虽然我有真是多国语文，但是我比较注重的其实是中文、日文和英文。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尽量中文的部分呢，我会稍微在校稿，就是 AI 帮我翻译完之后，其他的部分呢，我会等校稿完毕之后再给 AI 去翻译日文和英文的版本。那至于双方翻译的准不准，我不知道，因为我不会再去看第2次这个我觉得讲过就讲过了。如果各位看了觉得有问题，可以发问，我再回答。反正现在还是一个小众的平台嘛，我也不想打广告，因为7000多人，这阵子人数的生长变得比较慢。我本来预估到这个礼拜为止应该有8000人，可是现在大概还差个500-600人吧，没关系了，反正我们就这样慢慢来对于台湾的朋友们当然好，我是用繁体中文简体中文我想简体中文区的朋友们自己可以去翻译自己应该听众也都看得懂了，所以我没有必要特别再做一个字幕出来。那我的这一点倒不是对台湾的朋友们说，而是说如果我知道我讲话像这一段我花了8分钟在讲一些，这好像还没到重点。这个如果在中国大陆一定是中国一定会跟我讲说，我遇到过一些人嘛，他们比较急，你可不可以赶快讲重点？如果你老是都要看重点的东西，大概都10几分钟之后再看就会有了因为我的录影片段大部分都在40分钟左右，甚至有到1个小时。但是你如果因为这样没有看到后面，那是你的损失。特别是在中国现在这么内卷的状况底下呢，我以前在中国上课是要收钱的，我讲的是在疫情之前。那我现在把这个面分享出来，你们还不把握吗？你甚至可以不要去分享，为什么？因为看到就是你的，懂吗？这跟这个陆配啊，跟什么这阵什么国台办啊，或是什么跟我们的总统讲话，那个是完全没有关系。我现在只是专注在谈这个频道，专注在谈这个，因为我不想混杂。那不用去谈什么政治立场的东西因为当然会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我在台湾是当过军官的人虽然是只是义务役的
军官早年的军官，台湾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这一篇要谈的是美味的定义，在10分的时候刚好我就进入主题了，因为曾经当时有这种课纲的老师写信问我说，可不可以把我这篇文章将近3000字左右可不可以把这篇文章呢授权让他去使用？我说你要用在哪里？他说他们要用在他们是编纂课纲的一个，刚好是一个被邀请去编纂课纲的一个学校的家政的老师，还有教授什么的。然后高中是高中的用书，高职吧，职校。然后我就说可以啊，你只要注明出处就好，而且注明出处也不是注明我的真正的名字，你就写海恩就好，包罗网站放在上面，因为你毕竟从上面看到的嘛。那他说没有问题，但是他也跟我讲说，因为看了很多网络上的一些东西，他一直想要找清楚什么叫做，当然他有他自己的美味定义，但是他觉得要怎么去全面的去说这个，虽然我写的已经很长，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很简略。你如果叫我现在重写的话，我可以写更多。但是呢，重点还是就是那几个，只是说你能不能举的比较多的例子而已，或者是把它 go deep， 甚至在做融合。所以我这一篇文，我当时是刚讲可以拿去用。那你也可以跟你们教授来讨论。那中间如果有修改，要跟我讲一下，因为有些东西可能跟我的想法不会完全一样。那我会提供我自己的意见。另外一点就是说，我在这几年来，其实因为海恩嘛，我的理想中的餐酒生活，但是我这边提的美味定义是着重在食物本身，料理。我料理绝对比酒重要的，我已经讲过 N 次了。水比料理重要，料理比酒重要。为什么？对，各位可以上网去查那个前阵子，反正这几年新疆在中国那边啦，把它当做奇闻妙事，把它当做悲剧来看啊，就是在罗布泊啊，什么哪边啊，沙漠地区啊，人只要没有水，3天之内就死掉了，很高几率就死掉了。然后，如果没有食物的话，也许你可以撑个10天、20天，那种神仙那种屁股，那个不算哈。然后另外，你没有酒的话，根本就不会死啊。那酒，如果严格定义酒精这个会影响到人的生命的，只有一个叫做这种类型的酒精。好，言归正传奇怪，中国那边都叫书归正传，我们叫言归正传，很多词都不太一样，所以拜托，就两边就是不一样嘛。承认这一点有很困难嘛？你讲的话我们都听不懂，或听起来怪怪的时候，你要传达的意思就没有办法很正确的让我们去理解，懂吗？言归正传，我不在写书，当然是讲言归正传啊。而且本来就是要言归正传啊。美味的定义，这边我分2集，这一集会以食物为主，下一集的我会谈的是，你既然有美味的定义，食物的美味，那餐酒搭配不是另外一种？你不是讲是另外一种和谐吗？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吗？那是不是有另外的更延伸的定义呢？这中间当然是有。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很有逻辑感的人的话呢，听到我现在要讲美味的定义食物的部分，然后明天下一集要讲的是有关于这个餐酒搭配的美味的定义的话，合在一起美味定义的话，你心中一定会产生应该要产生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呢，请大家去思考，看完这个之后自己再去想，然后下一集一开始开宗明义我就会讲到我自己思考到了这个我觉得有疑问的部分但是疑问并不代表是错的，我的意思是说，
那你有没有去更广阔的去思考，就是而不是这怎么讲，就是有狭义的，有广义的，或者是前言和后语能不能对得上这样的问题。先讲食物的美味的定义，因为这边我前面我现在把我的那个 iMac 把它搬出来了，所以也不是用笔记型电脑，所以我前面这个字放的很大，我就可以直接就是有点半斜眼的看稿的方式呢，然后来讲一些这个，就是按照稿子来讲嘛，这样比较清楚。因为不想再额外再讲的哩哩啦啦，这样也不好哈。美味的定义，美味有定义吗？你可以说有，可以说没有。讲有，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你不要忘记了，还有吃素的素食者，或是有些人比较偏食，对不对？好，或者是有些是过敏的，就是对麸质啊，对什么那种奶制品，像我对奶制品过敏的那种，所以你要谈一个美味定义，如果你要跟我谈 cheese 的美味的话，我没有，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个垃圾食品。在我的心中，因为它对我是会造成伤害嘛，对我只能这样讲嘞。所以美味有定义吗？有，只是每个人不同。那你说每个人的不同，那不是就没有了吗？讲没有也可以，但是总是要在你讲没有的话，那就又太夸张了。一个东西有一个东西，比如说一颗草莓很好吃，99%的人，除非你真的是天生怪咖，不是讲怪咖，天生就是对莓果类，我有遇到过这样的朋友，对莓果类的东西敬谢不敏哦。那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好吃啊，除非它已经烂掉了，对不对？所以我这边写的说，美味有定义吗？有，只是每个人不同，而且这个是大部分的人说法。你问10个，10个会跟你讲说有，但是我的定义可能跟你不一样啊。所谓口味之于人呢、这就我要提到的点，口味之于人与本身的童年生长、教育程度、饮食习惯、经济能力、社交环境、见过世面与否，还有你当时的生理状况是有关的。当时就包括你是几岁，或者是你是今天、昨天、明天这种的差异嘛。你现在生病了，什么都吃不出来，那再美味的东西你也没办法品尝它的变化。的确，美味不可能有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标准，这是我的前言。只是就好像选酒一样，虽然不会有大家都同意的美味，就是100%，但是总有一些是属于比较基本道理的部分，那就是我们所谓数学上所谓的公约数。讲明白一点，就是最大公约数。好，公约数是什么？这个我不用跟他解释，这数学，这是国中数学哈。只是就如同把所有的公约数都找出来啊，每个人的公约数，每个人的就是不能讲公，这边讲是有一点点语病的，我承认，就是把这些数找出来呢，它就会变成你就自然而然可以找到你的公约数嘛。每个人对美味的做因式分解，哈，我的数学系的，我用因式分解找出它的因子有哪些之后呢，然后把这个属于大家都同意的部分呢，它就会变成一个公约数，成为一个群体。然后这个群体呢，把这个所谓的公约数的最大值，就是最大公约数，这样子或多或少就可以减少这个美味的争议。我用数学方式来谈这个事情，简单讲就是找最大公约数嘛，这个很简单了哈。我认知的100分，不尽然是你的满分，但因为有公约数存在，所以它很可能会是你的80分。80分呢，就已经不算是太差的分数了。虽然没有到极致的美味呢，但是总还是在一个不错的标准里。以这个方式来推荐美味的
料理、食物或者是酒是一个比较科学性的方法。这我写的前言哈。哪些是美味的公约数呢？这我列举下来。第一个，美味跟温度有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点，跟温度有关系。你各位去想想看，酒，食物什么冰啊、牛排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啦，就是你如果在不对的温度，这个温度包含外界的温度，包含食物本身温度，如果在不对的温度下去品尝这个料理的话，那个再怎么美味，你吃起来都会觉得很辛苦。在夏天大太阳底下，也这个坐在门外，就在太阳底下，也没有阳伞了，叫你吃麻辣锅，你再怎么喜欢吃麻辣锅，你大概也受不了，对不对？你喜欢吃汉根达斯的冰淇淋，我把你关在冷冻库里面，就只能吃汉根达斯。就算你肚子再怎么饿，你会觉得受不了，对不对？或者是说我今天给你的汉根达斯是已经不冰了，就融成一滩了，这样子，你吃起来只会觉得恶心而已，不会觉得美味。其他例子我不用再举了，这我所谓的温度指的是你吃时候的温度，还有周遭的温度，还有食物本身的温度，料理的温度，不是温度越高越好，而是上桌时，就是你要吃的时候，要在最适当的温度，才能够展现该道料理的正确味道。我这边提过了，这温度是包含你在吃的环境的温度，还有食物的温度。当然，食物的温度是更重要啦，因为没有人真的会搬椅子在这个大太阳底下去吃麻辣锅了，那还没有吃完，你就大概先中暑了。台湾这么热，同理吃饭的人也要掌握住这一点，不然你无法确实的评判食物的风味。用餐的时候叽叽喳喳，那是社交，不是美食家。你常可以看到餐厅很多人其实。我没有说大家都要当美食家哈，所以我说我讨厌吃货这样的定义。但是你如果把它当做交际场合的话呢，大概不会去吃这个那种法式餐厅那种很正式的料理吧？因为你这样厨房你要等你的上菜，他们要讲究他们的温度，可是你这样影响到他们的上菜的流程嘛。所以还是要控制住这个整个节奏。这部分的话，就是除了餐厅之外呢，你自己相聚的朋友彼此也要知道说，今天我们这是什么样的场合。你要聊天的话，你就去找那个咖啡厅啊或什么的。当你要考虑到人家的想法就是不要点一杯饮料，或是几个人点一杯，然后这边讲很久。你就满足人家的低消，按照人家的规则来玩，因为大家赚钱都很辛苦。用餐的时候叽叽喳喳，我讲过了，那是社交，那不是美食家。同理，这一点其实我可以再多谈一点，就是说，如果每一个我到这解释的话，我觉得可能要分3集，食物大概就要2集。同理这我之前我记得我之前有提过，就是说我这边已经写了，用餐时叽叽喳喳那是社交，不是美食家。所以各位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我们常看到电视在讲说，不管什么玩家，不管什么在讲料理啊，他去采访的时候呢，也许是美女，也许是帅哥啊，老板或师傅坐在旁边，这都摆满了一桌菜在那边，就是那一道一道吃，然后要赞扬说这个菜多好吃。我常常想说，这样子怎么可能会好吃？这个炒牛肉炒起来，那个前几口最重要，你知道吗？你最好是大家为什么热炒会比较欢迎？最好菜上来好吃的话，大家抢一抢几口都抢完了，这样才好吃啊。有些菜就是在那个温度下吃完了最好吃，你等它放到凉了，或者是它已经不要讲凉了，最低要在温度都低的底下吃，你的温度已经提高了，吃起来就那种感觉就没有了。所以温度的重要性在这里，而且既然温度这么重要，它就跟时间吃的时间、上桌的时间，
你享用的整个流程这个过程的时间都很重要的。你吃个拉面拿起来这样吃个1个小时才吃完了，我跟你讲，你在日本的话，或是遇到比较在台湾也一样啊，遇到比较，要说我是老板，我一定会把你赶出去。为什么？你你来这边你是来这边交际还是怎么样？你要交际也可以，旁边有咖啡馆，你这边先把面吃完，我准备好的东西我已经这么仔细弄东西，在手上都浪费。然后我昨天在网络上我也是骂一个人啊，对不起，我最近火气比较大哈。我就是说，比如说有店家提到说他们这个麻辣锅他给你供应这个鸭血啊、豆腐什么的是不收钱的，加锅底嘛。那你不能因为不收钱就第一个，老板不会因为不收钱，然后就提供烂的东西、假的东西给你。现在很多鸭血是假的哦，里面都没有空气的没有气孔哦。你有看过血凝结的样子的话，你就知道。我讲的是屠宰场那种，或是我们小时候我阿妈那个杀鸡放血，我都看过啊。太血腥了，免得被禁止就不好了。那血凝固过程中，其实中间会有气泡的，就跟 cheese 一样会有气泡的。然后吃起来味道，那个滑嫩度也是不一样的哦。真的假的还是吃得出来？我不晓得现在的朋友们吃得出来吃不出来，年轻人啊。所以有人就讲说，这个他那个餐厅是不是说老板啊？他说看到有些人叫我加，你这加了你要外带也不是不可以啦，就加嘛，但是不要太离谱就好了。这种东西就是公民道德的问题，这就是台湾跟中国的差异啊。另外一点就是说，你今天，不要，你就算不外带，你加没有很想吃，你硬加了，然后剩一堆在那边。我要检讨的是不是我做的不好吃？但是如果我做的，其实我的真材实料来做这些东西，你不喜欢吃我可以接受，你不喜欢吃，但是你又一直叫我再加什么意思呢？那不是浪费食材吗？因为有人喜欢吃，留下来给别人吃也好啊，对不对？那有些后来他就决定说，以后加这个加一次要30块钱，然后网络上有人就酸言酸语，就说：“哎呦，你想要加钱，你何必讲了这么的高大上的理由？”我并不觉得这是高大上啊，因为每个师傅都会看这个餐被食用的状况如何嘛。好吃我要改进啊，如果我是不好吃，不好吃，不是好吃我要改进，不好吃我要改进啊。那好吃的话呢，今天就是我会再加强。对不对？那如果我在成本可以负担的状况底下，免费提供给客户，当做那小菜嘛，当做拉客户来的一个方式手段，很好啊。这不叫什么高大上理由了。如果说人家浪费了，那我要检讨我自己。如果我做的很好吃，但是就有像你这样子的人呢，就是叫了就是不吃，或者吃一点你就浪费。那我就一盘就收30块，这个不叫高大上的理由，这个叫做很实际的面在考虑。因为你是管理者，你就知道了，你自己没有，就是不要老是在讲惯老板呐，因为讲到惯老板，好像你自己就是完全没有错一样，或是我们都讲顾客就是没有错，你讲惯老板的时候，你要想过也有那种所谓的烂员工，对不对？讲这个餐厅是很怎么讲，很有问题的时候，你也想过也有 OK 一样嘛？这个都是相对的，不会只有一边有一边没有，都是相对的。这个词讲惯老板的时候，你要想到后面有一堆烂员工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回答我说：“你们再加个30块钱，你也加不起，加不起你就不要去，或者你觉得不要讲加不起你就不要去，或者你觉得它这个不好吃，那你就不要点啊。就是它虽然30块，你不要点就好了，不然的话就干脆你就是不要去这一家吃嘛。很多餐厅都在门口都会摆它的那个 menu 啊、菜单啊、多少钱啊、低消啊什么的，你为什么不看清楚呢？然后在那边讲着人家，我不懂，人家加钱为什么不行？如果我提高我的品质，或是我要因为管理、因为房租有什么，你也不想要加钱理由在哪里？老是想要加钱，就一定是这个餐厅它是为了赚更多钱，那你就
真的就是没有出社会，或者说你的阶级不是阶级，就是你的社会经验太少，或者你看到的东西太少了，真的。台积电可不可以把一片晶圆卖现在10倍的价钱？其实它可以耶，为什么？因为它现在是需求大过于供给，对不对？可是他也不会这样做，他会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他还是有可能有很多的毛利，但是他也要能够，就是这碗饭是大家一起吃的，你自己把饭吃掉9成9的时候呢，那另外的人呢，他吃不到的时候，他退出的时候，你的9成9的饭就会收掉了，懂吗？大部分都懂了，我讲的是给那些年纪比较小的朋友听的。温度的部分可以讲了很多哦，事实上我也说过很多次了哈。我在写这文章，这是10几年前写的了，但是现在讲这个，因为现在其实这一集应该是第109集吧，哈，我不到半年录了109集，叽叽呱呱了，而且每一集大家都讲这样，现在已经30分钟了。温度的部分可讲很多，事实上我也说过很多了。酒，哦，这里先讲酿造酒，因为酿造酒对温度的这个就受温度的影响更高哈。酿造酒，我这边写的是它是不是一个料理？酒是不是一个料理？广义上，它当然是，只是它料理的时间很长。我所谓很长是可能就是你至少要20-30天酿造了发酵的时间嘛，对不对？有的搞不好还要成年的时间嘛。你等到完全成年吃了出来之后，放到市面上，你搞不好买回家，以红酒来讲，你可能还要再成年。那日本酒就通常都不用嘛，反而你要赶快去把它喝掉嘛。但是这些东西都跟时间有关，而且你是从一个东西原料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你也可以称为它，虽然它是酒精为主，但里面还是有很多东西，所以它也是一个料理。广义上，他们当然是，只是料理的时间很长，而酿造过程及这个成年过程需不需要温度的控制，就是我提到了温度、食物的温度、料理的温度。你喝的时候需不需要注意到温度、环境的温度、杯子的温度？然后你如果有加冰块，比如说，当然这不是讲酿造酒啊，那如果是蒸馏酒的话，你那个冰块什么那些什么，是不是要考虑到温度的问题？以这个角度来思考，当然温度是美味最主要的、最首要的因子，因为温度是在所有东西完成之后，你要正式要上来。包含烹饪啊，但是你要直接进入口的时候呢，是这一翻两瞪眼的东西。所以，我刚刚讲那个美食家什么铺一堆什么，然后这边讲解美食一道一道，还转桌子转到接下来品尝这一道的时候，你能够吃出那食物的味道吗？我不相信不是不相信啊，你按照我这个思考方式去讲，你觉得他这样讲是打广告了，还是在真正的品尝出味道？那是在表演而已嘛。一桌菜，如果你去餐厅点了一桌菜，不是点了一桌菜，点了一些菜，然后最后会摆满一桌，你是希望它是一道一道上，还是一次来就摆满一盘一堆在那边？如果你是选择后者的话，那你就不是，你是吃饱为主的那种型的，就是当兵那种啊，大家刚刚训练完了，肚子很饿，有菜赶快吃的那种的。可是如果你是不要讲美食，假如说你是想正常的吃饭的话，不论是葡萄酒了，不论是餐酒搭配了，或是正常的吃饭，然后一道一道菜上嘛。即便中菜的话，它一次家里菜可能就是先摆好那个东西，也都是热腾腾的，因为大家一起动筷子的时候，那食物就会消失的比较快，所以温度它基本上是可以维持的。可是如果你去外面那种餐厅吃饭的话，你只要一下子全部上一堆菜的话，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经验？请师傅先上慢一点，因为我们这个菜这样吃这还在品尝，或者我们还在喝酒，什么这个也在讲话。这个虽然我们不是在开同乐会，但是你菜上的太快，那个菜有的会冷掉了。
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你要去就是控管这个上菜速度。其实一个标准、一个好的餐厅，他自己就会观察，他就有外场人员会看某一桌线的状况怎么样，然后要跟内场的人讲，内场他哪边准备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们也有各自保温的方法哦。因为有些菜不是一点马上做就做出来了，所以你不能说先停，然后突然刚讲说、我要上了，赶快给我，那也不可能一下子变出来了。那所以餐厅怎么去运用他们的专业技术去做保温，或者是那就好像飞机上的那个空厨一样嘛，对不对？为什么上来飞机餐都热热的？你以为也没有厨师在煮啊？但通常就是可能蒸啊，或者是我记得是用蒸的吧，还是微波？我忘记了。微波好像不行嘛，因为上面还盖那个锡箔纸，那个飞机安全很重要。我记得是用蒸的哦，所以它那些东西其实都有控制的。这个讲一个八卦，就是之前日本的曾经有发生过，这种航空公司因为没有在准备餐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温度或者是卫生最主要是卫生啊，当这个不是温度的问题，但是温度也会影响到，因为它就是不够卫生，然后产生的这些我记得好像金黄葡萄球菌吧，然后又放了时间过久，好像2天还是3天，然后在温度可能还有放在室温底下，所以那个大量滋长，然后那一班航班的飞机很惨，有没有人过世我不知道，因为金黄葡萄球菌其实毒性很强的哈。那只是那时候那一篇蛮好笑的，各位可以去查哦。就是后来就是那个航班呢，就是你也知道飞机上厕所都不多嘛，然后大家都拉肚子或什么的，就造成了很严重的结果。不是只有生病而已啊，生病当然是最严重了，但是很严重的结果就是说，那一天那个整个那个飞机臭气熏天什么的，就是创下航空史上的灾难啊！而且还要是长程航班，是从日本飞美国吧，还是美国飞日本？反正这个后来抓出来那个。这个网络上可以查到故事了。后来网络上这个甚至有那个负责餐的，反正就是那个负责人还怎么样的日本人做事就这样，然后他研究辞职也就算了，他不是他还自我了解，好，要去问张老师哈，这个一般提到这些东西就是要询问张老师，不要自己就下结论哦。对不起，因为我刚打翻水了，就是现在擦这个水。我要快一点了，现在38分钟了，我要讲好几点，现在讲1点，看来可能要分成3集了。反正温度是非常重要，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啦。所以看到那个那些什么在菜上一堆出来之后，一道一道在那边讲的那个，然后师傅还这边是什么，我都会觉得这样东西会好吃吗？你只要不要想的夸张一点，今天假定一个冰店是很有名的，他一次会上一堆冰放在那边，然后旁边还有灯光照射底下，那边吃到最后第几盘冰，那不就已经变成汤了，变成冰汤了，对不对？甜水啦，这样就不对了嘛。那你拍的时候，你要么就是花大资本，就是讲解的时候是一道一道菜来说弄，然后最后呢，可是真正在要剪辑的是请师傅再炒一模一样的东西出来，摆一桌，然后大家在这边讲解。但是你在讲解的时候，其实你是剪那个当时食物刚上来的时候那种，还有烟在冒的那种状况。可是哪一个餐厅会做这样的事情？不，哪一个餐厅会做啦？如果你有钱给他的话，但是哪一个这个那种团体会这样做？所以网络上太多那种虚假的东西，就是你一看，只要你有一些基本的观念，你看知道
行都有美感嘛，你一看就会觉得说这样根本在唬烂，所以应该有听过这个笑话吧？那只要挂上什么什么，哦，这我就不提了，就什么什么来拜访过了，通常变成反指标，变成反指标。第二个哈，我觉得可能会有讲不完，但是因为不想拖太长，也许我就讲到第二点，因为我总共写了3、4、5、6，还举了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40分钟我再讲到第二点就好了。我前面也没有讲很多那些废话啊。第二个点是什么呢？第二个点是复杂性。复杂性呢，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已经就是专门的酒友，他考试考过什么证照的，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然后我没有证照啊，但是他问我问题嘛，我就跟他闲聊，他就是说，那你的意思是说，一个食物的美味与否呢，就是五味都要调和，酸甜苦鲜咸，哦，再强调的是辣是痛觉，哦，或是你甚至是把那个最新的把油脂也把它加进来的油脂，oil 油脂那个 fat 啦，那种如果有被认证的话，但基本上现在还是五味哈，酸甜苦鲜咸。他说每一种味道都有，这样它就是很复杂很美味吗？我说其实很少料理是，只要是料理的话，很少料理是就是完全没有甜，或者是完全没有咸，或是没就是只是比例上的问题而已。所以我这边讲的复杂性是说，复杂并不一定要有很多味道，或者说所有味道都要到齐，到齐到你都吃得出来啊，不是糖一匙、盐一匙、醋一匙，什么什么一匙，又不是在做三杯鸡。三杯鸡也不是这样啊，它只是强调说那个东西是一致的，但是你还是要加别的料去做平衡嘛。单一啊，复杂并不是一定要有很多味道，但绝对不能只有单一的味道。你说有啊，我有吃过很多单一的味道。我跟你讲，就像水墨画一样，你还是要有层次。有些它有别的味道去衬托，只是它的味道可能淡到，或者是它隐藏在后面被包裹住了，让你感受不太出来。因为人的这个舌头感受能力没有那么强啊。比方讲以糖啊甜度来讲，一般科学的说法是说，1公升的水里面如果有4克糖，低于4克哦，你就喝不出它是甜水了。高于4克就是可能有一点点甜的那种感觉。那低于4克，比如说只有2克，大部分人是喝不出来的，会以为它就白开水。但是你说它里面有没有糖？有啊，有糖啊。那你说那为什么要加？糖也是能量嘛，就是有时候有些东西是衬托，不要小看糖糖很多好吃的料理最后其实是会加点冰糖或加点糖去提味的，它是衬托用的，它会把那些其他味道给它带出来，不一定是糖了，就是说你如果这本身是甜的，你可能会加一点酸的去做一个对比性的东西，那是多或少就要看你这个师傅的功夫，并不是这种总有一点就是复杂性，指的是你会去考虑到彼此互相衬托的味道，彼此之间互相衬托，而不是说什么都统一的1:1的这样加进来，不是这个意思哦。单一味道的料理，或者是强调吃食材原味，即便是这样哦，你还是要有感官的变化才能成为美味。我有朋友讲说啊，吃牛排我们就吃原味牛排，就我同意啊，但是那你沾盐干嘛？沾盐干嘛？原住民去山上，这个早期原住民去山上打猎的时候，带一包米，他们甚至连那个锅碗瓢盆都不用带，带一包米，一袋米啊，
因为米其实膨胀可以煮一堆东西，它又不是要去像现在那种名为露营，但实质上是去山上去干扰这些这个不属于人类，是属于原始居民的这个生活空间的一种自私的行为。好，我觉得这很自私。你如果真的露营，你应该是很低调，一个帐篷，一个小小的火哦，这个火要特别注意哈，就是炉子或什么东西，然后煮一些东西，你能够煮的复杂当然好啊，但是你就要付出带更多东西，然后不要留下任何垃圾，然后在过程中呢不要喧哗。我看还有人带布幕去那边打电影啊，打羽毛球啊，唱卡拉 OK、打麻将啊什么的，啊，拜托这个。题外话哈，那种感觉就好像今天你假定对星星很有兴趣的，天上的星星很有兴趣的话，你会选在台北市看，还是跑到武岭那边去看？武岭就是那个合欢山那边的武岭嘛。那也不要讲武岭，武岭在高山上看呢，当然那个比较不会有那种云层的干扰或什么，或者是大气折射什么有的没有的。那除此之外，也比较不会有那个就是那我们所谓的光害嘛。你在台北你要看什么星星的话，根本看不太清楚啊，对不对？银河根本不用讲了。所以今天呢，如果有这种你有这种看星星的兴趣的话，你可能去五岭，但是其实还有，我可以跟你讲，还有别的地方。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写说啊，这个不能讲全台湾最黑了，这样讲"最"这个字就不太对。就我曾经到过一个很暗的地方，那暗到呢，就是你在那边看的时候，满天的那星星会让你觉得说，其实那个星星到处都是一样啊，就是在那个季节的时候，那个时间到处都一样，但是在那个点看就会觉得，哇，星星很美，真的很美哦。我本身是天文迷嘛，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觉得好美哦，好险还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去看星星。在哪里哦？以后有机会我再说。有空去五岭就好了。虽然现在五岭那边上次还说要装那个电灯，什么保障安全或什么的。你半夜跑去五岭，骑车就已经有灯了，难道你要装电灯？我才觉得很奇怪哦。那种山上本来就是要维持一个山上原来的本质嘛。那你干脆这边开一个夜市就好了，那不是更热闹又有灯光？比如炭笔画或水墨画，哈，炭笔、水墨，哈，猛一看虽然只有黑白，但是它还是有层次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灰阶的部分，哈，画的颜色不是黑白两种，不是这样子，又不是在写笔记，因为有灰阶才会产生立体感，这很重要，因为灰阶其实代表就是这个光度的变化，即便我们是用黑白来展示，所谓的黑白不是黑和白，是在白和黑之间不要加入任何的彩度，单纯只是利用这个白的多一点，黑的多一点，白的少一点，黑的少一点或多一点，什么去产生这种灰阶的变化，产生立体感。这个就是它的复杂度。虽然它没有五彩斑斓的颜色，但是它就会有它的复杂度。而且好的这种，其实就像雕塑的那种作品嘛，罗丹的那些作品，很多他也不是上一大堆颜色啊，但是他上的可能只是单纯的铜的颜色，或者是那种金属材料的颜色，然后你随着那灯光打了之后，那颜色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感觉出来，一样的意思啊。因为有灰阶产生立体感，这个就是画的复杂度。那把画换成料理的话，这可以去比喻的哈。同样的道理，当然哦，我不是说，所以我们就是只能看黑白画。我只是说，不论是炭笔或水墨画了，它一样还是会有变化的复杂度的。当然，
如果你是多彩的那种油画、水彩啊，因为色彩丰富，它的复杂度是更容易展现出来的。那这个也是很好。不然后面为什么放了一幅这样子的玫瑰的图画？我跟这个，我顺便帮他打一下广告，是广告哈，这是一个国外的一个画家，专门画这个油画画的。他最近很多作品我都觉得不错。然后那幅图画不小啊，这么大一幅，他帮我寄过来，那一幅2万多块钱台币，2万多块钱台币。那连盒子他都附得好好的，后面还有签名，还有他的 certificate。我这个朋友我也不认识，我是在网络上看到的。然后我觉得他画的很好，我喜欢他的画风，画了很多个。我就想，我是没那么有钱的，有钱哦，这边有很多白色的墙壁可以挂起来，其实晚上再投影一点灯光，然后其实也很漂亮。想把料理的复杂度做出来哦，必须要懂得食材的味道，还有调味的那些香料，还有在他们烹调过程中，食材跟香料可能产生的变化。哦，这个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讲我们讲梅纳效应，就是煮出来那个有点焦糖味道，就是把糖啊那些东西让你温度提高了之后，它会产生像焦糖啊，有一点那种caramel 那样子的梅纳效应的那种香气，它不是糖的味道，它只是另外一种味道。你简单讲就这样焦的那种味道哦。懂得食材的味道及调味香料和烹调方式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变化组合，就会往上提升。这样子可以烹调出具有更高复杂度的料理菜肴。所谓食材本身的原味已经很好吃了，无所谓再加强。我同意，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谢责的说法。谢责并不是说所以我们食物都不能吃原味呢，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它原味很好吃，你不要只认为说所有东西只有吃原味就好，那就是谢责方法。你应该去找出，作为一个师傅，应该去了解食材的味道，并且把它发挥到极致。这个极致呢，可能是本来是原味，但是你让它产生健身感。健身感听得懂，就是我刚刚讲那种灰阶的那种道理，或是加入食材，共同烹调出更好的复杂度出来。原味不是罪恶，但是原味不能当成借口。复杂度呢是灰阶的复杂度，或是全彩的那种复杂度，你不一定都要用上，但是如果你能够去，因为每个作品有不同的展现方式，不要，比方讲我再举出一个例子，比方讲你煮那个酥肥那个，我也之前认识一个师傅，他专门就是疯狂在弄酥肥的东西，我就问他说，坦白讲，我不太喜欢吃酥肥的东西啊，各位可以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超商在卖很多那种鸡胸肉哦。你有看过哪一个鸡胸肉？他在卖那鸡胸肉是完全没有调味过的吗？就是我酥肥，酥肥是什么？酥肥就是在那个很低极限上，有一点像是巴氏德杀菌法那种感觉，就是他考虑到那个蛋白质会产生变化，就是变熟的过程呢，然后又不会太焦，那维持它嫩度，但是它又不会就是细菌很少，或者是它已经有杀菌的过程，这样子呢，就好像我们吃牛排，觉得很 tender，吃起来很柔嫩，但是它不会对你人体造成伤害那样子的。酥肥就是把猪肉拿来这样做，最主要是猪肉鸡胸肉、白肉的东西，不是猪肉，鸡肉白肉，因为猪没有煮熟，其实很危险，因为猪里面有那个更多的那种寄生虫。
我讲不是，我讲是那种白白的、长长那种很恶心的条虫啊什么的，有的没有的。鱼其实生的鱼有，海鱼也有很多也有。啊，我不讲这个，其实我有买一本寄生虫的那个不是食谱啦，寄生虫的那个介绍，那本书蛮有意思的，但是看起来很恶心。我喜欢看这种很奇怪的东西。苏菲，你去市场上你会看到，不管全家或者是 Seven 或者是 OK 那种苏菲的料理，你有看过原味的苏菲料理吗？就鸡胸肉吗？也许有了，早期也许有了，现在还有没有？或是你可以问问看卖的好不好？那些很强调说要吃原味的，原味的话理论上就是只要吃这食材，就是真空包拿去几度60几度这样煮出来的，然后打开拿来吃啊。这个这样吃一块，你可以，你如果肚子很饿吃一块，可能觉得啊好好吃哦。可是如果是我们平常很少在那种肚子很饿的状态嘛，都是晚上会肚子饿，但是没有到那种我今天不吃我快要死人的那种地步，不会嘛？通常都还是要吃到美味嘛。所以舒肥料理，你煮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强调它很 tender 很嫩哦，可是它的调味在哪里呢？然后另外就是说，有些特别是肉类的东西，有些就是要有一个焦香味，就是所谓的梅纳效应，类似像那样的香味出来。烤肉嘛，对不对？你要吃到烤肉香，那个就是一种已经产生梅纳效应，产生这种焦糖化的那种感觉了嘛，那种香气跑出来了。再综合上那些佐料啊，土的佐料啊，辣椒啊，或者是葱姜蒜啊，什么腌制啊，水梨啊，韩国烤肉啊，那类似弄出像香气扑鼻、综合性的味道出来，就复杂度，你才会觉得，哎，不是你才会啦，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更好吃。你单纯只是苏北的，如果只是什么都不加，那挂在那边，我才没有人买吧。之前不是有一个台湾的绿巨人浩克健身教练买说他要买什么口味的，没有吃到，这边大闹，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去看的那些鸡胸肉呢，其实它很多种口味啊，泰式盐味的啦，蒜味的啦，胡椒啦，还有那个什么最近还有所谓的米那个是念花吗？就是其实它就是曲菌扣其的味道，扣其就是咸味加上鲜味如果你不了解的话，我之前海恩在讲这个，我在讲这个清酒酿造的时候，我有提过这个扣其曲这个字呢，等于是曲菌加上曲米去生长出来，去结合出来的东西，这个称为扣其。扣其的在酿酒过程中，在酿清酒过程中是要主要除了它在生长中会有各种香气之外呢，还有产生其他物质之外呢，它最主要是会分泌这个糖化酵素，还有蛋白质的分解酵素，就是产生氨基酸的。然后这个它会跟米一起丢到跟酵母就酒母了然后跟蒸米跟水一起丢到这个发酵槽里面去发酵，曲菌跟酒母里面的酵母菌同时进行并行式发酵，产生清酒。这个部分之前提过，我不提了。的确，我发觉我没办法讲得很快，现在讲2点，也讲了复杂性。然后第3个我要讲重点是讲平衡感，不过因为已经1个小时了，所以我就把这边打住了。这一期就是谈美味的定义。好，1个小时先做一个结束。好，那第2集可能第3集搞不好变成4集，但是我相信我让举这样例子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我是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然后各位如果要搜寻的话，打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或者是填土之道有道理。
好，那个李是李明的李，那就可以找到我，按赞、订阅、分享，给点鼓励吧。看到最后，你这样可以学的比较多嘛，对不对？拜拜。